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尤教授谈音说乐。我的歌由你来听。这期节目，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华晨宇刚刚在湖南卫视歌手节目中演唱的《荒野魂斗罗》。一听到这个歌名，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呢，就是往往就会比较有兴趣啊，因为魂斗罗是我们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个游戏中的最流行的游戏之一吧。当时我们也就是魂斗罗、什么超级玛丽啊、坦克三部曲，可以玩的游戏很少，所以对魂斗罗的这个印象是非常的深所以一听到这个歌名非常的亲切迫不及待的就想听一下。好，大家看过现场的都已经感觉到了这首歌呢是一个不插电就一把吉他非常干净安静的这么一个伴奏形式。算是什么宇宙，当烈焰燃烧到街口浪烟起，我就见招拆招。那么给我第一印象因为这个歌一进来就是一个口哨嘛，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华晨宇不仅歌唱的好，口哨吹的也很好。因为听完以后呢，我也跟着吹了一下。实际上我们一般人常规的，像我这样也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我们能够吹到 C 吧，C2也就是都加一个点，这个高音的这个 C 这个音呢勉强能吹出来。但是呢，华晨宇他吹到了 E 也就是咪这个音上了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做不到的，别人做到了，我就觉得他挺厉害的不相信大家可以跟着他吹一吹我觉得你吹到那个音的话，肯定就没声了所以说这也是一门技术这个是不容易的。第二个呢，我就感觉这首歌曲的音区跟他其他的歌曲一样，一如既往的高基本上都在高音区这个歌是 C 调的最后一句的最高音到了 High E 在 High C 上出现了很多次，而且呢高潮段的旋律它反复的在 A、B 那个 High C 这个中间左右徘徊，所以说这个音区很高。那么讲到最后一句这个 High E 这个音，它是用非常结实的那种真声唱出来，这个声音就是很像就是黑人的那种嗓子。其实我们亚洲人或者我们中国人的声带它其实是跟黑人有不一样的黑人的咽壁天生就比较厚，他们的声带也是比较肥比较厚，所以说他们唱高音比我们厉害，而且还比我们结实这是黑人的这个他们的身体条件所决定的所以我们听到很多那个黑人唱这个 soul、R&B 唱 blues他们的那大粗嗓子大高音非常厉害。但是呢，我在这首歌里面，在最后那个 high E 的那个音上，我就听到了黑人式的那种花腔这是典型的那种 soul 的那种唱法就让我想起了那个黑人歌手就 Stevie Wonder。 给人一种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种听觉我经常讲嘛，唱歌我经常用两种形容，一个就是给人以震撼一种是给人感染就是这个高音这 high E 我觉得就是一种震撼的声音我们讲像毛不易那样的像这个赵雷赵他们那种声音就是浅音低唱，那种东西是会感染的那么这个就是震撼的一种声音。第二个就是这首歌曲的旋律，它频繁的用到了一个布鲁斯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烈焰燃烧到街口浪烟起，愈发强烈，如梦如困。这个降咪它有时候在降咪上有时候回到还原咪上有时候从降咪滑到还原咪上这个就是典型的那种 R&B 嘛R&B 就是节奏布鲁斯嘛节奏布鲁斯就是从布鲁斯演变过来的所以说它的音乐里面带有很浓的那种布鲁斯的那种音调布鲁斯的音调就是最典型的就是降3级降7级嘛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降咪跟降西就这个里面呢用到了很多的降咪我记录了一下比如说像这一句结束前程报告这个就是降咪，
啦啦哆来哆就咪，啦啦哆来哆咪咪，你看啦啦哆来哆咪，这是还原咪，啦啦哆来哆咪，这是降咪。而且呢，在布鲁斯里面，这个咪啊，它不是很准的啊，它是比那个钢琴上那个降咪呢还要稍微高出1/4啊，就是比降咪要高一点点，比还原的咪呢又要低啊，所以说这个很多人说这个音啊是钢琴缝里面的音啊，所以当流行音乐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啊，由于我们中国原来没有流行音乐嘛，都是听古典音乐的，古典音乐里面是没有这个降咪这个音的，所以大家听的就会很不舒服啊，觉得那个钢琴缝里面的音啊，那么这个歌里面啊，这个降咪实际上就是一个布鲁斯音，就是我们所谓那个钢琴缝里面的音，那个音啊你要唱的太准了，哎，反而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哎，真的就得那么滑一点点。还有一句啊，比如像这个危险降临，我不信命，这个命它就从降咪滑到了还原咪上。我不信命啊，它从降咪啊唱4拍，然后呢滑到这个还原的咪上啊，在这个歌里面啊，这样的降咪的旋律出现了很多次啊，这是这个歌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个音你抓住了，哎，这个歌曲的味道就出来了。那么第3个，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结尾的时候，定欲火为龙，啊，就是唱到定欲火为这个地方，啪，停了一下。啊，幸好这一期录制是没有观众的。啊，有观众的话，这个时候又掌声来了。所幸的是没有观众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啪停下来了，哎，特别过瘾。这种静默啊，这种全场啪突然没有声音，真的是特别有意境。然后人声啪进来，这就感觉特别好。啊，这个没有声音是对的。啊，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应该进掌声的，啊，我不敢想象这个现场有观众的时候，这里会不会出现掌声啊？那么最后，我想跟大家再聊一个话题，就是不插电这种形式。所谓的不插电啊，在英文中它是叫做 unplugged， 其实就是拔掉电源插头的意思啊。那么这种形式呢，最初实际上是指这个乐队它不经过电声这种效果。全部都是原声乐器，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称为叫不插电啊。但是呢，实际上不插电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流行音乐嘛啊，你真的不插电也不可能，因为你这个啊，比如说你这个木吉他虽然可以不插电啊，但是呢，它还是要通过话筒、麦克风来拾音的啊。所谓的不插电，它就是不直接走调音台、走效果器啊，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原始的话筒把你的声音拾进去啊。这个话筒在这个时候，话筒是插的电的。但是呢，它只是起到一个放大音量的作用啊，乐器发出来的声音都是原声的，就这个意思。啊，一般在不插电中经常会用到的乐器呢，是比如像木吉他是比较多的，然后乐队的话，就是在吉他的基础上，会加上比如说贝斯啊，这个贝斯呢不会用电贝斯啊，往往会用那个 double bass 啊，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拨弦的贝斯。然后钢琴、架子鼓，这都是原声乐器啊。有时候呢也会用到一些管乐啊，管乐也是不插电的啊。你比如说像萨克斯啊，像这个小号、长号啊、单簧管啊，这些都是属于不插电的乐器啊。所谓原声乐器，就是不用电就能响的乐器，叫原声乐器。但凡要通过电才能够发声的，那就叫电声乐器啊。流行音乐最大的特点，电声化嘛。啊，基本上都是用电声乐队、电声乐器来伴奏的。那么为什么会回归到这样的一个不插电的现场，不插电的乐队来为歌声伴奏？啊，这个呢是实际上在90年代最早，应该是艾瑞克·克莱普顿，英国的布鲁斯大师艾瑞克·克莱普顿，他在1992年开了一场演唱会，这张专辑就叫 Unplugged， 就是不插电。啊，所以说后来大家都把这种形式叫做不插电。那么随后就掀起了一阵不插电的浪潮。我记得影响比较深的，
在90年代有几场不插电，一个是克莱普顿这个，然后呢93年接下去出现了涅槃的不插电就是 Nirvana 在1993年他们是在纽约，所以那场不插电的音乐会叫做 Unplugged in New York 就是纽约不插电。然后呢大家比较熟的是1994年老鹰乐队The Eagles 他们的冰封地狱那个演唱会也是不插电的形式大家里面有一首非常熟悉的歌就是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在那场演唱会上他们是用不插电来表演的。然后我们中国应该比较早的是，我记得应该是庾澄庆了。庾澄庆是在1996年出版了他的一张专辑叫 MTV Unplugged 也是现场的一个不插电的音乐会所以如果说大家喜欢不插电这种形式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下这几个现场，都是非常经典的那么实际上华晨宇跟左立他俩的合作应该说就是一个弹唱了弹唱是不插电里面最简单的形式了，就一把吉他这种形式其实很难。不插电实际上是对歌手对乐手的考验都是非常强非常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乐器越少，你的人声就越暴露，人声暴露在听众的耳朵面前，那么你一点点的瑕疵都会很明显的暴露出来，所以对音准、节奏、气息，所有的你的声乐技巧考验都非常非常的强。然后呢，对乐手，如果说吉他、贝斯、鼓失真什么这个效果都用上了你偶尔出了一点点错，大家可能也都听不出来了。但是在不插电的情况下，乐器的音色都是很干净的，你一点点错误都会暴露尤其是像这个弹唱，为什么说弹唱难？弹唱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它没有别的乐器，就这一把吉他，你错一个音你一个和弦或者是一根弦没按紧崩了，这个音就会很清楚在耳朵里面出现。所以说不插电是非常高难的一种形式，一般人是不敢玩的所以说今天华晨宇让我们听到了这么一个现场的不插电的一个版本，我觉得特别的过瘾那个吉他的音色也非常的漂亮，非常好听就一把吉他加上华晨宇的那种非常扎实的那个人声，真的是非常完美的一首作品。好吧，今天这首歌曲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希望对大家理解这首歌曲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关注我的频道，也欢迎大家转发留言和点赞。我们下期再见。有人害怕寂寞，拼命狂欢；有人天天狂欢，依然寂寞；有人爱上寂寞，疯狂孤单；有人天天孤单，但并不寂寞。为什么寂寞？掩饰不住的内心的慌张，是灵魂的失落。为什么失落？抑郁满脸的肺腑的笑容，是生命的开阔。为什么执着？挡不住的内心的空洞，是生命的蹉跎。为什么一阵接一阵的马不停蹄？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为什么寂寞？掩饰不住的内心的慌张，是灵魂的失落。为什么失落？抑郁满脸的肺腑的笑容，是生命的开阔。为什么执着？挡不住的内心的空洞，是生命的蹉跎。为什么一阵接一阵的马不停蹄？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